好，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到，在日本这边啊，共同社最近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还有冲绳县北大东村，他们最近呢针对村有地签订了一份租赁合约，要部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部队，大概有30人左右。北大东岛呢是位在冲绳本岛以东大约310公里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对经过冲绳本岛还有宫古岛之间进入太平洋的中方航舰以及军机来进行监管啊，就是监视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军文网站啊，叫做 Army Recognition， 那他们就报道说呢，日本在试验舰就是飞鸟号上面呢，安装了100千瓦级的雷射武器系统。这一套由日本防卫装备厅所研发的雷射系统呢，已经完成了地面测试，并且进入了最终整合，预计在2026明年就要展开海试。那未来呢，可以用来拦截无人机、巡弋飞弹这些新型的空中威胁，显示日本正在加速打造一个低成本、高反应速度的舰载防空新战力，跟美英这些盟国武器啊，像雷射武器能够来布局接轨，所以。尹佑老师觉得日本现在希望的是说，趁着这个难得的机遇，在未来10年要开展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海空联合的一个防卫网络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日本一直以来它的海军相对来说，海上自卫队其实都有一些历史传统，所以它的一个战力是蛮非常的一个强盛的。可是其实随着现在的威胁有一些变化了，说实在，现在的海上有可能直接发生这种直接的炮战、飞弹攻击吗？或许几率不大。可是一种灰区的作战、灰色地带的作战、船舰的逼近以及无人机。无人载具的这一种攻击，对，绝对是非常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在这一次去提升它的一个防卫的能量，那在提升的过程，除了是跟美国、跟这个可能跟韩国、跟其他国家有进行数据链的沟通之外，另外一点，今天的日本它会希望达到的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能量武器。为什么雷射武器跟能量武器现在的一个重要性越来越高？因为我们讲在反制无人机好了，我们过去分为硬杀跟软杀。硬杀就是我发射飞弹会用火炮把它打下来，可是一架无人机成本很低啊，我用1枚飞弹可能太贵了。或者是说，如果今天的解放军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利用这种蜂群战术，那我是不是花费的成本太高？以及我今天开火攻击，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或是飞弹的这个攻击如果没打到其他地方，或者是我开火会不会其他的视为是开战的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另外的话就是用软杀，用电子战。但电子战对方中国这边也有很强力的一个反电子战作为，所以其实在电子战这一边的话，又没有那么高的又有蛮高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日本开始其实要集中在能量武器。如果我可以用雷射去把它的晶片、把它的一些相关的感测器去把它做破坏，我没有开火，没有传统的开火，但是因为雷射它毕竟是一种电力，然后去打出一道我们说雷射束、雷射光来去做一个破坏。利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我可以达到那种没有接触，但是一样可以去让它的无人机失效？类似这种非接触战，其实是在美国也好，或者是第一岛链国家会希望去造成的。而且其实今天对日本来讲的话，他一直强调他是自卫队，他是自我防卫，所以我没有开火，但是我利用能量武器让这一些无人载具去失效，那我就可以达到一个防卫的效果。因为最近看到是日本不断在加强跟打造自己的国防实力啊，包括它增加它的国防经费啊，这个 GDP 的占比呢，逐年的这样要提高。他还在想说，最近正好不是中日之间发生了，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平息的，这因为首相的争议言论。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呢，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提到说这件事情到底要如何才能够善罢甘休。好，那但是台湾这边呢，国防部在18号公布了大陆福建舰的空拍照片，而在这个礼拜呢，中日两国的交锋并不是在台海，而是把交锋的地点放在了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礼拜举行了公开辩论会，就看到在会中呢，中日双方的代表激烈交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为日本解除战后的军事束缚编造借口。而日方代表山崎和之则表示说，日本向来都是一贯走和平的道路，反正就是各说各话，各为其主。但中日因为高市早苗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现在
先前我们在上礼拜也特别讨论到了，已经在军事方面看起来态势有往上拉，很紧张。可是现在呢，把这个交锋的领域特别拉到了联合国，大使是外交专业的。对，因为这个其实，在外交上，中国大陆对于这次高市早苗11月7号的这个发言是已经展开了全面性的外交战。当然，外交有2个主要战场，一个是双边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多边关系的。那这2个战场，中国大陆现在都是交互使用。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傅聪中国大陆联合国的大使级常任代表已经2度写信给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直接指责日本是在战后首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采取武力威胁。是。第2个呢，直接对于中国的内政事务直接着手干预他讲了3点首次这个当时日本驻联合国大使他也回应了可是问题就变成说，以高市早苗言论来讲的话，事实上确实是如此。你现在很少一个成品国家突然说，你如果说你在你家里面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是妨碍我的核心利益，我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而且他讲得很清晰非常清晰。这个日本上，我觉得高市早苗就变成就是说，他真的是右翼，跟这个2次大战前的右翼几乎是一样的。就别人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是他跟他的生存存亡有关。所以大陆很多这些，甚至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就讲说，其实1930年代日本当时发明了一个理论，叫什么？叫满蒙生命线。也就是满洲跟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后来人家就讲说，你的生命线怎么都建立在别的国家之内？别的国家变你生命线。你日本1972年跟中国大陆建交以后，对台湾的属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了解并尊重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这个当然这个是写明纸白纸黑写。那你怎么台湾的问题变成日本的这个必须要使用武力、考虑使用武力的对象呢？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日本右翼在重新掌权、恢复到军国主义时代的心态跟作为这个全世界都很清楚的。那问题就是说，它造成的威胁，第一个感受威胁当然是中国大陆了，俄罗斯也感受到威胁所以才会有双方联合的这个战斗，这个轰炸机直接飞到日本的近海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场这个外交里面，日本如果说他还要一直讲他走和平道路的话，这个他需要更大的说服力，因为他的首相已经让人家感觉他不是在走和平路线了。而且日本现在这2年，事实上的话，军费增加了2%，那高市早苗已经在谈3.5%了 ，GDP 3.5%。然后最近他们要推的非核3原则，非核3原则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现在摆明要引进嘛。对。所以再加上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日本有很多军事措施都跟过去不一样。最近他们也要解除所谓非防卫性攻击性武器不得外销的这个自我内部的约束。对，他要攻击性武器也可以做外销。另外日本军队。日本这几年一直跟很多这些邻近的国家签这个所谓的这个就军队可以到对方的领土上去的那也就是说这些都已经跟日本所谓的和平宪法日本的武力是属于自卫队专务防守这个4个字已经根本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是在联合国场域也不断的呼吁。那我觉得各国应该心里自有一把尺，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严重的威胁。对，所以现在听得出来是中方态度很明显就是还是很清楚，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就是模糊带过就行了因为你冒犯很清晰，但是呢道歉很模糊所以呢，不能够敷衍了事那当然，这个日本的每日新闻独家报道，因为我们现在聊的就是美方的态度，现在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因为每日新闻就说呢，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也透露那接下来总要想办法解决高市早苗呢要访问美国，会不会是其中一个解方呢？
关于日前这个中国大陆军机对日本自卫队战机的射控雷达这个争议啊，那么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也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但是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所以外界也认为，因为川普对北京方面是有所顾忌的，所以呢，日本政府有人就在内部也主张说呢，为了再次确认稳定的日美关系，高市应该在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先到美国去访问川普。好，那这个日本国会呢，临时国会在17号闭幕。对于日中关系现在逐渐的恶化，高市早苗又说话了。不过呢，他没有道歉，他说呢，中国大陆是重要的邻国，有必要建立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但日中之间也存在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等安全保障层面的疑虑事项。看得出来，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在想缓和，一步一步的想要找台阶下，可是现在似乎还找不到。所以回到说川普跟高市早苗要见面这个问题啊 ，Russ， 你觉得？因为川普现在一方面需要日本帮助他稳住在东亚这边，特别是亚洲这边增加安保的角色，但是也必须要考量到明年，因为现在光是说明年的美中元首4次啊，就是见面就至少有4次了。所以呢，很担心增加变数，怎么看呢？首先，我认为其实目前中日关系很好，没有来自北韩的危险，没有来自俄罗斯的危险。美国政府不管是拜登或川普，还是会希望日本增加国防预算，自己要做准备，不是要100%依赖美国。虽然有条约了。但是美国一直来，不管是在欧洲或南韩、日本，美国真的是认为这些国家是太依赖美国的国防投资这些国家自己要负担的是更多了。因为美国觉得花太多钱了。当然，我们美国人觉得我们花太多钱了。所以美国会对日本有这个要求，就是在你自我防卫要提升投资了，这个完全是不意外。那其实目前我们都知道中日关系有恶化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会继续希望日本提升国防预算了，但是这个跟川普跟习近平达成贸易协定也不是没有什么矛盾。你认为没有关系？我直接这样问你哈，高市早苗如果明年抢先一步在川普访中之前，他先到美国去访问川普，你觉得就能够因此确认稳定美日关系，然后呢解决中日之间的争议吗？不会解决，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还有他的幕僚团队，他们这么早，公开说我们想去美国，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错误的。你要去美国的话呢，你最好再跟美国协调，不用这么早。按照他们的说法是通过2026年日本中央政府预算之后再去美国，那大概是3月份了。那你离3月份，今天离3月份还3-4个月，你这样公开说你让我来拜访，那美国今天会答应吗？那当然中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数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方式是没有日方没有想好。你这么早公开说你让我来，尤其是因为你要去中国了，这个川普不会很高兴。而且就算去了城，到了美国之后，难保不会在川普的面前吃到一个软钉子，就是告诉你也许暗示就是自己捅的篓子，自己想办法补。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